好久没有玩加里奥了，自从进入护秒版本，这个英雄啊就很少见了，因为确实啊不适合这个版本环境。哪怕是安妮啊，都已经进入胜率前3了。几乎所有的胜率榜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胜率高的英雄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出伤快。因为现在啊没有所谓的伤害够不够，就看谁先打出来。加里奥所有的技能啊太慢了，比爆发的话他可能比别人高，但是爆发的这个过程吧比别人慢。以前能扛能打是加里奥的优点，但是来到这个版本啊，这个反而成了缺点。你会发现啊，所有以前的英雄除了人马能扛能打，反而成了一个弊端，因为这个也代表了既扛不住，伤害又不高。像以前我们玩时光加里奥带个余震，能当半个前排啊，伤害也不低。你现在这么玩，你会发现扛又扛不住，一套技能打不死人，还会被反杀。所以这个版本啊，中单加里奥都是没办法啊，只能纯输出。但是纯输出吧太脆了，本身机动性又不高，出伤极度依赖闪现，所以缺点太明显了，就导致出场率很低。虽然有一个大招的支援，但是这个版本伤害一出，很多时候啊，你刚飞下来，队友已经被秒了。类似的还有肾，对吧？那么厚的盾，在以前哪怕队友残血，你开个大招就能保下队友，然后传下来。现在队友啊半血以下，你给个大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传不下来。所以很多英雄啊本身没有削弱，反而还加强。像加里奥之前也加强过，但是依旧不强势啊，主要就是版本环境不适合他。除非啊强行提高数值，那这样的话就是版本提零。这个英雄啊，哪怕你前中期优势再大，到了后期啊，它本身的机动性还有它的输出方式真的很限制自己。远程技能就一个 Q， 伤害的话高是高，但是 CD 太长了，而且还特别容易躲。越到后期越没法跟对面的长手法和比，所以你只能靠找机会啊，利用这个闪现把对面一套秒了，不然双方拉扯下来你是吃亏的。这里河道打架，我们大招飞过来，但是刚落地就被晕了，一技能呢还被风女大招给抵消了。我的一个 Q 技能啊被安妮闪现躲了，剑圣冲进去，但是我没法跟，技能 CD 实在是太长了，3个基础技能啊都在10秒上下啊，所以说只要空一个技能你就特别难受，我只能卖掉剑圣哥。然后上面的话打不开局面啊，就只能来下路。这边的话螃蟹清兵，我们一技能先撞 W 啊，嘲讽住一个 QA 打出电刑，还差一丝血，我们这推推棒给顶死。这里中路女警没开，我们大招跳下来保一下，一技能开塔啊，这个风女又把我吹开了。昨天我去掌门啊看了一下这个胜率，风女居然是辅助里面啊最高的，可能这个版本啊突进英雄比较多啊，它又是最好的防突进的辅助，自然而然啊就胜率高了。至于加里奥的出装和符文，这个版本走半肉啊没什么意义，半肉和不出肉啊都是被秒，所以不如追输出。纯肉的话也行，但是作为中单吧，你总得有伤害呀，除非有大哥带你啊，否则的话自己玩只能做纯输出装。符文就电刑，然后猛然强化眼球注意器，最后带个灵光披风啊，打阿卡丽压缩这种的就换成骸骨。装备的话法穿鞋，然后切魂法典，法爆大帽王冠啊，最后的话可以重伤，可以巫妖啊，也可以做这个破盾。根据情况来，前中期啊一定要利用自身的这个资源，把自己的作用啊发挥起来。如果前期就让对面的长手法师占到便宜，那么后期的话你更难受。正所谓加里奥玩的好不好啊，要看队友敢不敢搞事情。只要他们敢搞，我们就飞过去，在对面中单还没有来之前，提前一多打少。这里就是我们包对面啊，结果拖的时间太长了，对面上单支援过来了，但是好在啊，千珏为了杀女警跳到我脸上了，被我们直接秒了。对面 C 位一倒啊，还剩欧亚特，交给狗熊和剑圣了啊，我们就不用过去了。像这边啊，我是看到安妮过来了，所以我才按了推推棒。所以看起来正好同步，不是我开透了，知道吗？然后这边中路啊有闪现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对吧，直接一闪强开 W 接一个 Q 技能 A 出电刑。但是可惜啊，加里奥的数值还是稍微低了一点，你换9桶啊绝对秒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机制是次要的，知道吧？主要是数值。像男刀没有数值之前是幽默飞刀人，有了数值之后呢是恐怖兰陵王。所以即便是纯法的加里奥，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也只是勉强啊能秒掉没有护盾的脆皮，所以数值还是低了。肯定有人说我啊，你就知道玩数值英雄，你不能只说我啊，你打开峡谷之巅，你看那些高手都在玩什么？不都是清一色的数值英雄？以前你玩机制英雄，对吧？搭配自己的手法，或许能战胜数值英雄。但是现在你试试，人家技能是锁头的，数值是比你高的，所以你凭什么打得过别人？不是我只会玩数值啊，是我认清现实了，对吧？你像以前奥恩和狗熊刚出的时候，我玩了吗？我不玩，我选择玩杰哥，依靠我的意识和手法，超神的杰哥，知道吗？接近6神。狗熊就一个神飞和护甲鞋啊，加个15，2个装备啊，我6神的杰哥一套技能打了他1格血，反手被他秒了。看过那天直播的都知道啊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基本上就不碰什么啊所谓的机制英雄了，我也加入狗熊建模大军了。虽然以前玩姐也幽默过，但是那次是最幽默的，知道吗？实在是太打击人的自信心了。关键以前的版本啊，数值高归高，但是这个英雄他笨，还有反制的方式。你看现在啊，有一堆英雄灵活的一批，数值还高。
完全不符合英雄联盟的对吧设计理念。就像泰森跑得跟博尔特一样，这怎么反制？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了，所以打不过就加入你也别看我，你看峡谷之巅对吧？那些人不都玩数字英雄？就像新出的佛爷哥都说他垃圾确实垃圾。W 有延迟，大招距离短，身板也脆，看似是这么多缺点造就他很弱，但只要像男刀一样把数值提上来，那么这些缺点就不是缺点了。任何英雄的缺点都是伤害不够，没有秒着对面。被反杀之后呢，你的抱怨。行了，不扯了，回到这个加里奥。虽然他在这个版本不是特别强，但是你有熟练度的话也是可以拿出来的。比如用它来针对卡牌，他飞谁你就保谁，打野来抓就一闪W 控他，这样卡牌就玩不了。至于阿卡丽的话虽然说加里奥的 W 可以把阿卡丽的烟雾里面吸出来，所以很多人以为加里奥克制阿卡丽。按道理的话确实，但是阿卡丽凭借超高的数值呢，对吧？人家不怕你，你就是给人家吸出来了有什么用？反手给你秒了。所以你可以先出魔抗血，然后疯狂叫打野，只要打野来抓你能用 W 把它吸出来，这样的话就很克制他了。如果打野不帮你就你们两个人单对单，阿卡丽5级有了法传鞋之后，随便一套就能秒你。就像我前天直播有人问我，你的阿卡丽怎么不 A 被动？不是我不 A 被动是杀脆皮，你根本没必要 A 被动。对面 AD 总共才1600血，我一个二段差了他1300，你说我还 A 什么被动然后这边的话，狗熊一个饿虎扑食，冲向对面千珏，直接无视防御塔，我们直接飞下来千珏点了个金身，极限放了个大招所以说没秒掉。我们先拉出来躲一下这个塔上，狗熊失血撤出来但是剑圣的话运气不怎么好他没有撤出来，推不掉我们只能回来打个龙。二加泰来探视野，我们直接开塔顶起来W 然后往侧面走躲一个 E 技能。这里的话露露是想保我，直接给我大招了，剑圣冲进来我就大招给个盾，但这边的话他被安妮给控了，千珏侧面过来一个 E 技能给他顶出复活甲，上面还有个泽力这里的话往下面撤，然后这里我想一闪创死这个安妮，结果把自己给创死了。这就是后期加里奥的法力，即便神装他的技能还是有6-7秒的 CD。你想想大后期一个法师6-7秒一个小技能，别的法师对吧都3-4秒一个技能，你技能全扔一遍别人都扔2遍，再加上没有闪现你都没有机会用 EW 打到对面后排。所以越到后期加里奥越难玩。但是好在这把我们前期及时的支援让队友发育起来，这样到后面我们就可以依靠队友躺赢了。至于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了都不做 AD 的视频，本来我想做一期卢仙的，毕竟这个强攻加强了，所以我也是打了几把但是秒人的素材是没有，但是被秒的素材呢有很多。